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汪兔环游记，我是老刘。今天我们要聊一聊一种世界上最独特、最奢华的葡萄酒——冰酒，英文名叫 Ice Wine。你看到这个名字可不要误解，以为这就是葡萄酒加冰，这可是一种从葡萄种植到酒体酿造都极其复杂，被誉为液体黄金的一种葡萄酒。前面的节目我们带大家去了加拿大的冰酒节，冰酒甜美浓郁，口感醇厚，真的是许多人心中的梦幻饮品。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看一下我们前面的视频，我把前一期冰酒节的视频的链接放到描述里，大家自行去观看。但是你能想象，在冰天雪地的冬夜，每一瓶冰酒的酿造过程都充满了挑战和奇迹，都凝聚了大自然的恩赐和酿酒师的匠心。那么究竟什么是冰酒？而冰酒又为什么在加拿大如此知名呢？这一期节目我们就带大家走进一个冰雪覆盖的奇妙世界，探索这种被誉为液体黄金的珍贵佳酿。我们将从它的历史起源和它与加拿大的渊源，到独特的葡萄种植方式、采摘方式与果汁的压榨方式，再到最精妙的酿造工艺，最后再到它的风味与品鉴，逐步揭开冰酒神秘的面纱，探寻这背后的传奇故事。好，现在开始上课。第一部分，冰酒的历史，从意外发现到世界级佳酿。冰酒的故事始于欧洲的寒冷的冬天，却在加拿大的冰雪之地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今天我们要穿越时间，从18世纪的德国乡村走到现代的尼亚加拉半岛，看看冰酒是怎么一步一步变成全球瞩目的甜酒传奇的。这不仅是一款酒的历史，更是一个关于自然、冒险和创新的故事。准备好你的时间机器，我们这就开始。大多数的历史记载是在1794年德国弗兰肯地区的一个小村庄，当地的雷司令葡萄酿出的葡萄酒美味远近闻名。就在这年冬天，一场突然提早到来的暴风雪，让当地正准备忙碌采摘葡萄的酿酒师们不得不停下采摘，回到家中避寒。哎呀，老刘，这天太冷了，赶紧回家吧。暴风雪后随之而来的就是严酷的霜冻。风雪后，当酿酒师们站在冰雪覆盖的葡萄园里时，心疼地看着那些被冻坏而成熟的葡萄，感到非常沮丧。大部分的葡萄都已经被冻住了，它们看起来皱皱巴巴的，但并没有完全被冻结。哦，这太糟了，葡萄都被冻坏了，这可是我们1年的心血啊！他们不甘心就此放弃，想看看有没有挽救的办法。但是这些葡萄还能用吗？一位酿酒师好奇地摘下一颗放到嘴里，但他惊喜地发现里面并没有完全冻成冰，而葡萄最内部残留的一点果汁非常的甜，而且还有一种浓郁的蜂蜜味道。于是酿酒师们灵机一动，反正这些葡萄已经被冻了，扔掉实在太可惜了。既然这些冰冻的葡萄里还有一点果汁，而且如此之甜，干脆就试试用来酿酒吧。还有什么能比丢掉更差的呢？说干就干，他们把这些冰冻的葡萄采摘下来，小心翼翼地榨出果汁，然后开始酿酒。由于这些葡萄的含糖量非常高，发酵过程异常缓慢，在几个月后，新酒终于酿成了。他们迫不及待地倒了一杯，仔细观察着酒的颜色，像琥珀一样漂亮。他们轻轻地闻了一下，好香啊，有蜂蜜的味道，还有一些我叫不上名字的果香。他们小小地抿了一口，哇，这味道太棒了，我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葡萄酒。他们高兴地跳了起来，给自己的新酒取了一个名字 Ice Wine， 这就是德语的冰酒。于是他们带着他们的佳酿介绍给了他们的朋友和邻居，冰酒很快就受到了大家的喜爱，
并在德国各地流行起来，并且传到了奥地利这样寒冷的葡萄酒酿造区。这个故事虽然充满了浪漫色彩，但也反映了冰酒酿造的本质，那就是严寒和意外。正是由于德国弗兰肯地区寒冷的冬季，以及酿酒师们对酿酒的热情和创新，才使得冰酒这一美味的葡萄酒得以诞生。就像中国的红茶、英国的青霉素、美国的薯片，甚至是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蒸汽机的发明与电的发明一样，很多意外的发现都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和进步。这告诉我们，有时候意想不到的惊喜就隐藏在不经意之间。我们应该保持好奇心和探索精神，勇于尝试和创新，才能不断发现新的事物，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由于冰酒的生产受天气的影响极大，最初只是偶然出现，属于靠天吃饭，并未成为主流酒款而被稳定生产，因为天气太不可控了。直到奥地利的哈夫纳家族声称他们在1971年首次刻意地酿造了奥地利的冰酒，而在此之前，所有的冰酒都是偶然形成的冰酒。1982年 Eiswein 才被正式写入德国的葡萄酒法，被正式授予与 Beerenauslese 同等的质量等级，也就是逐利精选甜酒，并逐步完善了它的采收标准。在这之后，在德国和奥地利各大酒庄就开始广泛而稳定地种植冰酒葡萄园，并规模化系统化生产冰酒，使其成为一种真正的高端甜酒。冰酒虽然起源于德国，但真正让它走向世界的是加拿大。冰酒的故事在20世纪跨越了大西洋，来到了加拿大尼亚加拉半岛。这个地方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耳熟？你想的没错，就是那个著名的3大瀑布之一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地区。加拿大这片广袤的北国大地因冰雪而闻名，因严寒而独特。冰雪不仅是加拿大的自然景观，也是加拿大的文化符号。想想看，加拿大人给人的印象是什么？比如冰球在加拿大诞生，这项运动迅速风靡全国，成为了国家运动。这里是冬季运动的天堂，滑雪、滑冰、冰球等运动深受人们喜爱。这个国家每年都会举办冰雪节，庆祝冬季的到来。加拿大拥有壮丽的冰雪景观，落基山脉的哥伦比亚冰川、尼亚加拉大瀑布的冰瀑都令人叹为观止。这些元素强化了人们的心理认知，使加拿大成为世界上最优质冰酒的代表。这就类似于当我们想起香槟，我们就想到世界顶级的起泡酒，而勃艮第地区则以世界顶级的黑皮诺著称。浪漫的波尔多创造出了世界上最优秀的赤霞珠和梅洛。在这片寒冷而纯净的土地上，严冬赋予了加拿大世界顶级冰酒的诞生条件。虽然这个国家在近年来才进入这一领域，但在几代酿酒师的努力下，人们已经迅速掌握其精髓，甚至已经做到了世界最好。这正是这里的人们对于冰雪的热爱的体现。加拿大冰酒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一个叫卡尔·凯撒的28岁的年轻人，在1969年移民到了加拿大，并且计划在这里攻读化学学位后，立志做一名教授。凯撒从小对于葡萄酒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在年轻时就在自己未来妻子的祖父葡萄园里帮助采收。刚来到加拿大的时候，凯撒带着欧洲人对于葡萄酒的品味，对当地甜腻简陋的葡萄酒感到失望，并且时常对安大略葡萄酒质量的低劣大加批评。这时他碰到了一位贵尔夫大学农业系毕业生唐纳德·齐拉尔多。唐纳德坚信安大略可以酿造出更好的葡萄酒，并且说服了凯撒共同投身这一事业。兄弟，我们一起干吧，这里一定能酿出世界顶级的葡萄酒。于是他们于1975年创办了50年来首家在安大略获得酿酒许可证的酒庄，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云岭酒庄的前身。在1983年的夏天，一次凯撒热情的招待酒局上，
凯撒与许多来自奥地利和德国的移民酿酒师谈论起了冰酒。凯撒与德国出生的葡萄种植者埃瓦尔德·赖夫达成了共识，他们决定在他们的葡萄园留出一部分葡萄藤，专门用于酿造冰酒，并且得到了许多酒庄的支持。虽然第一年因为鸟类的啄食只收获了很少量的冰酒，但这依然让人兴奋。次年，酒庄开始使用防鸟网。这就是冰酒的葡萄都冻了，然后他们一定要拿网把这个葡萄罩上，不然会被鸟吃。这使得凯撒在1984年酿造了约900瓶，每瓶375毫升装的冰酒。这款酒酒标上写着 Ice Wine Vidal（括号英文 Ice Wine），并于1985年12月1日上市，售价18.5美元一瓶。这款酒成为1986年多伦多 Intervin 国际大奖赛上唯一一款获得金牌的加拿大葡萄酒。5年后，他又在波尔多赢得 Grand Prix 金奖，这可是葡萄酒界的奥斯卡金奖。这成为首款在国际舞台上取得真正重要奖项的加拿大的葡萄酒。从此以后，加拿大的冰酒火了，连德国人都得承认，这帮新世界的家伙玩得真好。下一期，我将给大家介绍一下尼亚加拉地区的气候与土壤，为什么能成为冰酒的完美摇篮，以及加拿大葡萄酒质量联盟 VQA 为了冰酒健康发展对于冰酒制定的严苛的标准。上一期节目，我们给大家讲了一个美丽而又意外的故事。冰酒从18世纪的德国乡村来到了现代的尼亚加拉。这一期，我将给大家介绍一下冰酒为什么能够在尼亚加拉地区生根发芽，并且绽放光芒。我们将介绍一下尼亚加拉地区的气候和土壤，从天时、地利、人和找到答案。第二部分，尼亚加拉半岛的地形与气候，冰酒的完美摇篮。为什么加拿大冰酒产业能够后来居上？这是因为尼亚加拉半岛的气候和地理条件为冰酒建立了完美的摇篮。尼亚加拉半岛位于北纬43度，与北加利福尼亚处于同一纬度，比勃艮第地区更偏南。尼亚加拉半岛位于五大湖区，与勃艮第、德国、奥地利、俄勒冈州和新西兰一样，被认为是冷凉气候葡萄种植区。这些地区非常适合种植霞多丽、黑皮诺和雷司令等具有高芳香度和高酸度且更轻盈、更具果味的葡萄。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使这里成为了全球顶级冰酒产区之一。第一，湖泊效应，安大略湖的空调魔法。尼亚加拉半岛位于五大湖地区，属于凉爽大陆性气候区。通常这些地区气候极端变化较大，也就是说，它们夏季更炎热，冬季更寒冷。寒冷的冬季低温是葡萄栽培的一个重要限制因素。如果气温降到零下20摄氏度以下，葡萄藤在冬季就可能会受损。幸运的是，尼亚加拉半岛是加拿大安大略省南部一个独特的地质区域，其北部是安大略湖，南部是伊利湖，东部则以尼亚加拉河为界，因此我们称它为半岛。半岛周围的湖水在冬季缓慢释放热量，使该地区气温比内陆地区更稳定，确保葡萄在秋季有足够的成熟时间，在冬季经历稳定的低温结冰，并且降低春季霜冻的风险。测量葡萄种植潜力的方法有很多种，其中最常见的就是生长度日，英文名叫 Growing Degree Days（GDD）。该指标是从4月1日至10月31日，所有日均温度高于10摄氏度的累计天数总和。因为在10摄氏度以下，葡萄的生长活动极少，甚至完全停止。过长的生长度日会让葡萄逐渐失去酸度、精致的香气和清新的口感，而过短的生长度日会让葡萄不够成熟，糖度过低，
还有因生长周期不够而增加葡萄在生长后期遭受病害和霜冻的风险。通常的优秀葡萄产区的 GDD 在1000到1800天之间，而冷凉气候葡萄种植区的最佳 GDD 天数则在1200到1500天之间。这个表显示了主要凉爽气候葡萄种植区中位 GDD 值。通过生长度日进行比较，我们发现尼亚加拉半岛的葡萄种植条件可与一些世界顶级的冷凉气候葡萄种植区相媲美，比如著名的法国勃艮第地区、美国大名鼎鼎的纳帕谷、俄勒冈地区和新西兰地区。而在生长周期中，最关键的阶段是从花开期，也就是每年的6月10日至18日，到收获期，也就是每年的10月至11月。这段时间我们叫做葡萄的生长期，这一时期大约为100到112天。我们看看这一张图，红色的线代表尼亚加拉地区全年的温度曲线，与世界其他知名葡萄产区相近。尼亚加拉地区非常适宜葡萄的生长，它在葡萄生长期气候温暖，给了葡萄足够的成熟期。更重要的是，尼亚加拉的寒冷冬季温度能够在12月和1月迅速下降到零下8度以下，因此这使得葡萄可以很好的被冻住，从而生产冰酒。而此时的葡萄藤正处于休眠状态，因此通常不会受到影响。然而这些低温却能使果实中的水分结晶，从而酿造出真正的冰酒。刚才我们说的零下8度，这是冰酒酿造过程中一个非常关键的温度节点。这个数字可不是凭空而来，而是酿酒师们在几十年的实践中，通过不断的实验和调整得出的最优解。零下8度被证明是最平衡的温度，它既能保证葡萄内部足够的冰冻，使果汁高度浓缩，又不至于损害产量和风味。每到了冬天，酿酒师们就会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只要在连续几个小时达到零下8度以下时，酿酒师们就像过节日一样安排夜间人工采摘。这也有了尼亚加拉地区冰酒界的一个著名的 slogan Feeling great at -8 degree. Feeling at great -8， 就是因为评葡萄都是要在零下8度的时候以后冻上了才能采摘。这个零下8度的原理和之后加拿大葡萄法对于零下8度的规定，我们会在后面的节目里详细介绍。而持续的寒冷天气可以确保葡萄完全冻结，而不会在解冻后腐败。而安大略湖的湖泊效应又可以确保温度不会降到零下20度以下，避免葡萄藤过冷而导致受损。2. 适宜的土壤，土壤里的5星级套餐。尼亚加拉半岛的主干是尼亚加拉悬崖，英文叫 Niagara Escarpment， 它是一座高30米到50米的一个陡坡。这一断崖从美国纽约州开始，贯穿整个尼亚加拉半岛，而且一直延伸到安大略省北部的布鲁斯半岛，全长700多公里。这个断崖给了尼亚加拉半岛这片土地独特的土壤性质。断崖北部是一个平坦的平原，由古伊洛魁湖底部沉积的湖相粘土、沙子和砾石形成。伊洛魁湖是存在于上一个冰河时期之前的一片巨大的湖泊，后来演变成了现今的五大湖。尼亚加拉断崖的基岩包含了硅质砂岩、富铁砂岩、石灰岩和泥灰岩，形成于泥盆纪时期。其沉积土壤由多种不同类型的土壤组成，如粘土、壤质粘土、壤土、沙土等。土壤通常都非常深，并且含有大量来自不同类型基岩的矿物质，从而丰富了葡萄园的养分供给。大约12000年前，尼亚加拉大瀑布从皇后镇的尼亚加拉断崖的悬崖上面倾泻而下，此后瀑布沿峡谷向下移动约11公里，最终达到了其现今所在的位置——尼亚加拉瀑布式的马蹄瀑布。这让加拿大拥有了这一世界级奇迹景观，从而每年吸引了数千万游客前来参观。
我们在前几期节目也带大家体验了尼亚加拉瀑布的壮观，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观看我们之前的节目，我把链接放在描述区，欢迎大家关注、点赞、评论。不仅如此，奔腾的水流侵蚀了坚硬的白云石石灰岩，顶层以下较软的砂岩和底部的页岩，从而形成了长达11公里的尼亚加拉峡谷，使得断崖以下以及断崖以上的第一级阶地都适合种植优质的葡萄。尼亚加拉地区土壤以石灰岩、粘土、沙质土壤为主，这里不仅富含矿物质，而且土壤排水能力优越，能够防止葡萄藤根部过多积水，降低根部腐烂的风险。整个尼亚加拉半岛地区的酒庄全部都是分布在这条尼亚加拉断崖北部断崖的崖坡地上，或者断崖以下安大略湖南岸的平坦缓坡上。这种独特的地质环境恰巧遇上了这种独特的气候环境，这种精准的自然馈赠让尼亚加拉半岛成为全球极少数可以稳定生产优质冰酒的产区之一。可以说，这片土地不仅适合葡萄生长，更仿佛是为冰酒而生。下一期节目，我们将主要介绍加拿大葡萄酒联盟 VQA 为了冰酒健康发展，对于冰酒生产制定的严苛的标准，看看这个地区的人们为了酿造出世界顶级的冰酒做出了怎样的努力。上一期节目，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尼亚加拉半岛地区独特的气候环境和独特的地质环境恰好完美相遇，为这片土地创造出酿造世界顶级冰酒的天时和地利的条件。这一期我们来介绍一下加拿大葡萄酒联盟 VQA 为了冰酒健康发展对于冰酒制定的严苛标准，为加拿大冰酒发展提供了人和的基础。第三部分，加拿大葡萄酒质量联盟 VQA 对于冰酒严苛的标准。我们都知道，全世界大多数优质的葡萄产区都为其最优质的葡萄酒设定了高标准。例如，法国在1935年引入了原产地名控制，也就是 AOC 系统，该系统直到今天仍在沿用。意大利在1963年推出了法定产区 DOC 标准，德国在1971年推出了优质葡萄酒等级 VDP 系统，在安大略省 VQA 系统，也就是酿酒师质量联盟 Vintners Quality Alliance 于1988年正式启动。通过 VQA 系统，加拿大加入了主要葡萄酒生产国的行列，而且制定了一系列严苛的法规，并为其最优质的葡萄酒设定了最高标准。随后于1990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也加入了该系统。该系统在2005年引入了子产区概念。加拿大有2个主要的葡萄种植区，分别位于安大略省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VQA 联盟在安大略省认可了4个指定的葡萄种植子产区，分别为尼亚加拉半岛、霹雳岛、爱德华王子县和伊利湖北岸。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VQA 认可了4个子产区，分别为奥肯纳谷地区、西米尔卡缅谷地区、菲沙谷和温哥华岛地区。严格的法规体系规定了酿酒师在酒标上使用这些高度特定的地理名称的各种限制。只有欧洲主流酿酒的葡萄品种，也就是 Vitis vinifera 品种，才能在联盟认可的葡萄种植区种植，并且葡萄酒必须由100%加拿大本土种植的葡萄酿造而成。对于品种酒 Varietos， 不低于85%的葡萄酒必须由酒标上明确标注的葡萄品种酿造，并且必须展现该品种的典型风味与特征。如果酿酒师希望指定葡萄酒所使用的葡萄园，酒庄必须位于被认可的子产区区域，并且100%的葡萄必须来自该葡萄园。也就是说，不能从不同的葡萄园种植区混合葡萄酿造。葡萄酒由一个独立的专家小组进行评估，只有符合或超越标准的葡萄酒才能获得 VQA 认证。在安大略省生产冰酒必须符合 VQA 以下所有要求：
一、葡萄酒必须由 VQA 注册的种植者和酿酒师生产，葡萄必须来自 VQA 认证的子产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酿出高质量的葡萄酒，而且能够充分体现出该品种在该产区的风味特色。第二，成品酒的糖度 Brix 必须达到32度或更高，而且残糖含量必须达到125克每升或更高。压榨后用来酿酒的果汁最低糖度需要达到35度，并且要求在发酵罐中实地测量。我们先来解释一下这个 Brix 糖度和残糖含量。Brix 又叫白粒糖度，英文又称 Boiling 度，是一种在北美衡量葡萄汁和葡萄酒甜度的标准。Brix 表示果汁中可溶性固体的百分比，因为果汁中可溶性固体几乎全部为糖分，所以 Brix 就可以表示果汁或葡萄酒中的糖分质量比。酿酒师可以用它来计算葡萄酒的潜在酒精度。我们先看屏幕上这张表格，各个地方和地区都有自己糖度的表达方式。德国以 Oxalate 糖度来计算，法国以 Balmy 糖度计算，而北美的表达方式就比较直接。大家可以利用这个表格来进行换算。我们可以看到，冰酒的糖度和残糖含量远远超过普通葡萄酒的10倍还多，因此这就造就了冰酒独特的甜美风味。通常情况下，葡萄酒的潜在自然酒精度可以通过将葡萄采收时的 Brix 值除以2来计算。加拿大要求的葡萄汁的最低糖度为35度，比德国、奥地利要求的29.58度更高，因此这就决定了加拿大能够生产出比德国和奥地利等国更浓郁、奢华、甜美的冰酒。第三，冰酒酒精必须完全来自葡萄糖的天然糖分。用于生产冰酒的果汁必须是100%葡萄在自然条件下冷冻后压榨出来的天然果汁，不能添加任何葡萄天然含有的糖分以外任何的糖分或者蜂蜜。酿造出来的冰酒，无论是酒精、甜度还是其他芳香风味，必须是100%葡萄本身所赋予的风味。第四，冰葡萄的采摘必须在11月15日之后才可以被允许开始。这就是说，所种植的葡萄园一定要有一定的耐寒能力，有能力保持在11月15日之前，即使有低温的情况，葡萄也不能被冻坏。这保证了葡萄具有足够的生长周期和糖分，这要求酒庄具有充分的抗霜抗冻能力。我们也会在后面的节目中介绍通常酒庄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抵抗霜冻，能使葡萄坚强地挺过每年的11月15日。要求最早采摘的时间，也保证了冰酒是用葡萄在自然条件下冰冻所压榨出来的果汁酿造而成，而没有任何人为因素。因为在冰酒风靡世界之后，很多酒庄将葡萄收集后人工冷冻。在2000年，加拿大、德国、奥地利签署了一项关于冰酒生产的质量和标准的国际协议，以保护全球消费者免受假冒冰酒的影响。这些国际标准为加拿大冰酒进入欧洲市场扫清了主要障碍。在协议签署不久，美国裁定采用人工冷冻葡萄酿造的冰酒不得被标注为 Ice Wine。2003年，位于巴黎的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 OIV 支持这一立场，并禁止使用人工冷冻葡萄酿制的葡萄酒被称为冰酒 Ice Wine， 法语 Vin du Glace 或德语 Ice Wine。 第五，采收冰酒葡萄的最低温度要求为-8摄氏度。上一集我们曾经介绍过，尼亚加拉地区的气候之所以适合酿造冰酒，是因为这个地区可以在冬天稳定地保持在-8度以下，却不会降到-20度以下，使葡萄藤受损。在冰酒界有这样一个糖度计算的通用公式，通过压榨温度来计算出葡萄汁的相对密度，然后通过相对密度对照表格，根据算出的相对密度计算出糖度。根据这个公式，我们可以了解，通常认为冰酒葡萄汁的糖度与葡萄内的糖分和葡萄种类关系不大，
它只与压榨时的温度有关，因为冰酒葡萄汁的浓度是被大大浓缩过的，压榨温度越低，糖分越大，冰酒的口感就越醇厚甜美。当然，产量和酿造难度也越高，冰酒就越珍贵。比如有一批冰葡萄在零下9度压榨，那么根据这个公式，它的相对密度就可以计算得出是 1.174， 然后根据相对密度参照前文的表格，我们就可以算出果汁糖度为39 Brix。 各国都有对自己本国冰葡萄采摘和压榨的最高温度要求，德国、奥地利和国际葡萄酒组织 OIV 都规定了最高采摘和压榨温度为零下7度，而加拿大则规定为零下8度。我们可以看到，加拿大对于最高采收和压榨温度的要求和最低糖度的要求，相比于德国和奥地利等欧洲冰酒生产国家都更高。我们之前讲过，温度更低，果汁的糖度就会更高，但是这使得冰酒的酿造成本大大提高，整个酒庄的产量也会大大下降。因为温度越低，葡萄汁更多的被冷冻，榨出的果汁就更少。根据加拿大和欧盟的法规，葡萄在真正酿造冰酒采收之前，可以在葡萄园中经历部分或完全冷冻。酿酒师可以决定何时采收，加拿大的酿酒师可以决定在11月15号以后的任何时间采收，只要采收时温度达到零下8度或更低。而在德国和奥地利，只要达到零下7度或更低。从技术上讲，无论果汁糖度还是采收温度，加拿大对于酿造冰酒原料的标准为全世界最高，因此加拿大的冰酒更加珍贵。为了确保生产者保证冰酒质量，不降低标准， VQA 要求在酿造之前，生产者必须以书面形式按照指定表格核实以下内容：每次采收温度，每个特定作物的种植面积和吨数，每批葡萄汁的百利糖度，采收日期和时间，酒庄的压榨能力。VQA 机构会突然派人员随机抽样，并分析葡萄汁和葡萄酒，以确保符合标准。他们会进行实验室分析检测和现场感官评审。实验室检测项目包括酒精度、残糖含量、酸度、pH 值，是否有人为添加等多项指标。而检查人员中的经验丰富的品酒师就会进行现场感官评审，他们会从外观、香气、口感、回味和风格一致性对于样品进行评测。这些第三方检查人员有时被称为冰酒警察，这对于加拿大冰酒生产者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另外，法规要求所有 VQA 冰酒的加盟商每年都必须参加 VQA 冰酒标准研讨会。这套机制不只是形式上的打标签，它本质上是对整个生产流程的质量背书，也是在国际市场上让加拿大冰酒具有强大公信力的关键原因。所以下一次你看到瓶身上那个小小的 VQA 标志，可别小看它，那可代表一整套严谨的质量保障和加拿大人们对于冰酒的骄傲。上一期节目，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加拿大葡萄酒联盟 VQA 为了冰酒健康发展，对于冰酒制定了一系列严苛的标准，这为加拿大冰酒在国际上的强大公信力提供了保障。这一期，我们将走进一个知识的海洋，来看一下这里的人们是如何种植和采收用于酿造冰酒的葡萄，并且揭秘这种神奇的冰酒葡萄汁背后的科学原理。现在开始上课，第4部分，用于酿造冰酒的葡萄的种植。1. 冰酒的葡萄明星。冰酒如此美妙珍贵，是不是什么葡萄都适合用来酿造冰酒呢？今天我们就来探索一下什么样的葡萄才是冰酒界的明星品种，而这些葡萄需要具备哪些特征呢？冰酒葡萄的第一个特征，芳香特性。冰酒以浓郁的果香著称，因此葡萄品种必须具有天然的芳香性，能在冻结浓缩以后依然保留并放大这些香气。卡尔凯撒曾经说过，它必须具有芳香特征，
因为如果一款甜酒没有了芳香层次，那它就是加了糖的水。果汁冻结过程会浓缩香气活性的化合物，如酯类、醛类等。芳香特性在高糖度环境下为冰酒提供了复杂性和辨识度，避免了单一的甜腻感。具有芳香特性且适合酿造冰酒的葡萄中，维达尔 Vidal， 它带有荔枝、芒果和干杏的热带水果香气，浓郁且持久。雷司令 Riesling， 它散发出柑橘、蜂蜜和矿物气息，细腻而优雅。而品丽珠 Cabernet Franc 是为数不多的红冰酒中带有草莓和大黄的清新果香。冰酒葡萄的第二个特征，高酸度。理想的冰酒葡萄需具备较高的天然酸度，以平衡高浓度的糖分，带来清爽的口感。冰酒成品残糖通常在190到220克每升，而可滴定的酸度需要达到10到13克每升。普通葡萄酒可滴定酸度只需要有5到7克每升。高酸度可以确保冰酒不腻口，而且可以延长陈年潜力。比如一瓶优秀的雷司令冰酒可陈年50年以上。在适合冰酒的葡萄中，雷司令酸度最锐利， pH 最低，能赋予冰酒坚实的结构。而维达尔酸度稍逊，但仍足以支撑甜度。它的苹果酸占比比较高，含量高达84%，给人以清爽的感觉。而品丽珠较以上两种葡萄酸度偏低，但在红葡萄中仍属偏高酸度的品种。冰酒葡萄特性3，晚熟特性。冰酒葡萄必须是晚熟品种，这让它们能在秋季缓慢成熟，并挂到冬季，以便经历自然冻结。因为前文我们说到，冰酒的采收需要在11月15日之后，通常会在12月至1月开始采收。晚熟保证了葡萄在采收前经历多次冻融循环，增加风味的复杂度。晚熟特性延长了葡萄挂在藤上的时间，这使等待低温成为了可能，从而不至于葡萄在冰冻前就从葡萄藤掉落。晚熟葡萄品种有维达尔、雷司令，它们成熟周期慢且稳定，能够挂到冬季而不掉落，适合冷凉气候下长生长期。冰酒葡萄特性4，厚实的果皮和强韧的果梗。由于晚熟，酿造冰酒的葡萄需要具有厚实的果皮和强韧的果梗，这样它们能在冬季低温、风雪中保持完整，不易脱落或腐烂。厚皮和强附着力的葡萄梗能让葡萄挂到深冬，抵御霜冻和鸟类的啄食。这样坚韧的生理特性可以减少采收前的损失，确保足够健康的葡萄进入压榨环节。在适合酿造冰酒的葡萄品种中，维达尔葡萄果皮坚韧，与葡萄藤附着力强，能够抗冻和抗物理损伤。而品丽珠在红葡萄中属于皮厚类型，非常适合酿造红冰酒。而雷司令葡萄相比前两者葡萄果皮略薄，因此在生长后期需要特殊照顾，比如严格选择采摘时机，采取特殊的防冻和防鸟措施。冰酒葡萄特性5，坚强的抗病能力。冰酒葡萄需要具备较强的抗病能力，尤其是抵抗贵腐菌和冬季湿气引起的霉变。适合酿造另一种甜葡萄酒的贵腐菌感染的葡萄，并不适合于酿造冰酒，因为它会导致果实脱落、果汁量减少以及风味的改变。冰酒追求纯净果味，而贵腐菌会掩盖这种品种的特性。抗病性保证葡萄在潮湿的秋季和冬季保持健康，避免不必要的风味干扰。在葡萄品种中，维达尔葡萄厚皮抗病，贵腐感染率非常低，尤其是它在感染到10%到15%时仍可酿造冰酒，虽然这并不理想。雷司令葡萄虽然皮比较薄，需要小心管理，但抗病性尚可。冰酒葡萄的第6个特性，耐寒性。冰酒葡萄的耐寒性和前面我们讲的晚熟性虽然有一定的相似性，但
它们也有它们不同的性质。葡萄藤和果实需要能够耐受低温，零下8度至零下14度，甚至更低，避免冻伤或过早的掉落。寒冷的冬季气温是葡萄栽培的一个重要限制因素，只有耐寒品种才能撑到采收。耐寒性确保了葡萄在藤上冻结时仍然保持活性，提供优质的果汁。冰酒葡萄的第7个特性，适中的糖分。虽然冰酒以残糖含量高，从而甜美著称，但是你知道吗？适宜酿造冰酒的葡萄在成熟时糖分却不宜过高，需要通过冻结自然浓缩，而非初始的糖度过高。因为秋季葡萄的糖分含量不会影响冰酒果汁的糖分含量，它的糖度是由冻结过程决定。但如果初始糖分过高，如贵腐葡萄，它的冻结效果就会减弱，这样不但会降低产量，而且影响风味。贵腐葡萄是靠人工干预将葡萄染病，从而脱水，而冰酒葡萄则是完全自然冷冻使糖分浓缩，这完全是2种风格的葡萄。适中的糖分让冻结过程更有效，保持酸甜平衡。维达尔葡萄成熟时，果汁糖度约20度 Brix， 冷冻后可以升至39到44度 Brix， 而雷司令葡萄初始糖分稍低，冷冻浓缩后可以达到酸甜均衡。这些葡萄的糖分含量都非常适合酿造冰酒。综上所述，完全满足或者大部分满足以上7个条件的冰酒葡萄的明星品种有维达尔、雷司令和品丽珠，这也是我们能够在市场上看到的最普遍也最受欢迎的冰酒品种。了解了适合酿造冰酒的葡萄特性，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冰酒的葡萄汁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为什么冷冻过的葡萄酿出来的葡萄酒如此浓郁甜美？究竟是自然的恩赐还是探索的回报？这背后的科学原理又是什么呢？2. 冰酒葡萄汁的形成原理，奇迹背后的科学真相。冰在葡萄内的形成是冰酒酿造的核心过程。葡萄汁的成分、温度的逐步下降以及细胞内的微观反应共同促成了这一现象。成熟的葡萄在冬季经历反复的冻结和解冻，从而脱水。这一独特的过程浓缩了葡萄中的糖分、酸度和芳香物，使冰酒的风味更加浓郁，并赋予极高的复杂性。这里我们详细的分析一下冰酒的果汁是如何形成的，这里面隐藏着什么样的科学知识。第一，冰点的降低。葡萄汁并非纯水，而是含有糖分、果酸以及微量的其他溶质的水溶液。这里糖分主要是葡萄糖和果糖，占18%至24%，果酸主要是酒石酸和苹果酸，占0.8%到1.2%。微量元素主要是一些氨基酸和矿物质。这些溶质的存在降低了水的冰点，使葡萄汁不会在0度就发生冻结，而需要更低的温度，比如零下7至零下8度才能开始形成冰。这就比如在海平面的条件下，纯水的冰点为0度，然而海水并不会在此温度下冻结，就是因为海水里溶解了降低它冰点的盐。在冬季，我们也利用这一现象，通过在车道或人行道上撒盐来融化冰层。第二，选择性结冰。当温度降至零下8度或更低，葡萄汁中的水分开始结晶形成冰，而糖分、酸和其他溶质因溶解度较高，不参与结晶，会被浓缩在剩余的液态汁液中。这种选择性冻结是冰酒高糖度和浓郁风味的来源。那么冰酒中令人惊叹的香气和风味的分子为什么不会被困在冰晶里，而是保留在高度浓缩的果汁中呢？当水分子在低温下结晶成冰时，它们通过氢键形成规则的六角形晶格结构，这也叫 IH 型。这种晶格非常有序而且紧密，只能包容水分子，而糖分子如葡萄糖、果糖和脂肪酸分子如酒石酸、苹果酸，
它们体积较大且化学结构复杂，无法嵌入冰晶的晶格中。这也解释了糖分和酸在水中的溶解度远远高于在冰中的溶解度。随着冰晶的增多，液体体积开始减少，溶质的浓度逐渐升高。这种动态过程进一步阻止溶质进入冰晶，因为高浓度液体更难被冻结，它的冰点持续下降。因此，如果想要继续冻结葡萄，需要更低的温度，从而导致持续的浓缩效应。例如零下9度时，果汁糖度可达到39 Brix， 而零下10.5度时就可以达到44度 Brix。 虽然当温度更低的时候，糖度会更高，但是产量也是极低的，而且过度甜腻的葡萄汁几乎无法发酵。最终，当温度低于零下14度时，将无法再提取果汁，因为这时的糖分和脂肪酸也都已经结晶成了固体。云岭酒庄的卡尔凯撒曾经在零下17度的时候尝试压榨，他几乎无法榨取果汁，而且因过度压力损坏了2台压榨机。简单说，冰就像个挑食的家伙，它只喜欢纯水，水分子冻成冰时排得整整齐齐，糖和酸太大太复杂，进不去，就像大块头进不了小门洞，它们只能留在液体里，水越冻越少，糖和酸就越来越挤，浓度就变得越来越高。第三，冰晶的形成与细胞破坏。当气温降至葡萄汁冰点以下时，水分首先在细胞间隙冻结，因为这些区域的溶质浓度比较低，冰点比较高，容易结冰。随着细胞间液态水冻结，使细胞间液体的水浓度降低，细胞内的水因渗透压差向外渗出，导致细胞进一步脱水，加剧细胞的萎缩。我们都知道，冰比水的密度更大。如果冰现在在细胞内部形成，那冰冻的葡萄早就不是干瘪的了，而是早就爆裂了。就像一瓶装满水的矿泉水放在冰箱里冷冻1夜会发生什么，我们一定都知道。而这时在细胞间形成的冰晶并不会让细胞死亡。随着温度的进一步下降，比如降至零下10至零下14摄氏度的时候，细胞内部的水分也开始冻结，形成更小的冰晶。冰晶在细胞质或细胞液中形成，通常呈针状或者树枝状，这导致冰晶直接刺破细胞膜和细胞壁，对细胞产生了不可逆的损伤。而冰晶刺透细胞正是赋予冰酒额外感官风味和特征的主要原因。当葡萄被冷冻后进行压榨时，内部的冰晶就会导致细胞破裂，并穿透葡萄皮，刺破葡萄。无论是压榨时刺破葡萄内的细胞膜，还是刺破葡萄皮，这都有助于释放果汁和释放风味成分。例如，破裂的细胞会释放出细胞内的糖分、酸和香气化合物，如脂类、烯类等。在冰酒的酿造过程中，酿酒师们就利用了这一现象。这种冰晶的助力在使用红葡萄品种如品丽珠酿造冰酒时尤为明显。大多数红葡萄品种的果汁本身是透明无色的，因为色素和花青素仅存在于葡萄皮中。在酿造红酒时，我们会将葡萄皮与果汁一起发酵，在相对较高的温度，比如25到33摄氏度，可以提取颜色和葡萄皮的风味。但在冰酒的酿造过程中，这种情况通常不会发生，因为葡萄是冷冻的，需要先榨出果汁再发酵，因此酿酒师们是依靠冰晶帮助从葡萄皮中释放颜色。第四，自然冻结的特性。冰酒要求葡萄在葡萄藤上自然冻结，而非人工冷冻。这种自然过程带来温度波动，这就会形成冻融循环。葡萄在自然冻结中经历了昼夜温差，比如白天零下4到5度，夜间零下10到12度，这使冰晶反复形成和部分融化，细胞破裂更均匀，释放的风味物质更多样，增加了风味的复杂度。
在尼亚加拉地区，采收理想时机为12月中旬至1月中旬，这时葡萄至少经历了一次冻结、一次解冻的循环，以促进更复杂风味的发展。而人工冷冻、温度恒定，缺少这种层次感，无法模拟这种动态变化。下一期我们将带大家走进农田，进入冬夜寒冷的葡萄园里，进行一场甜蜜的冒险，看看这里的果农和酿酒师们为了酿造出优质的冰酒是如何采收、压榨，以及如何防冻、防鸟。上一期节目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几种适合酿造冰酒的明星葡萄品种，并且探索了这种特殊的冰酒葡萄汁形成的科学原理。这一期我们将带大家走入田地，在冬夜寒冷的葡萄园里进行一场甜蜜的冒险，看看果农和酿酒师们为了酿造出优质的冰酒是如何采收、压榨，以及如何防冻、防鸟。让我们现在就出发吧。第3，冰葡萄的采收，冬夜里的甜蜜冒险。冰酒之所以被誉为葡萄酒界的液体黄金，它的独特甜美和高雅风味离不开一个关键环节，那就是葡萄的采收。与普通的葡萄酒采收葡萄不同，冰酒的葡萄采收不是在秋高气爽的丰收季，而是在寒风刺骨的冬夜。这不仅是一场与自然的博弈，更是一次高风险的甜蜜冒险。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冰酒采收的那些事儿，看看这些冻得硬邦邦的小果子是怎么变成奢华的美酒的。我们前面介绍过，加拿大 VQA 规定，采收必须在11月15日以后，温度低于零下8度才算合格。当气温在11月15日以后气温降至零下8度时，冰酒的采收正式开始。当每年11月15日之后，酿酒师就得每天盯着天气预报，挑一个寒潮夜开工。太早不行，比如果当地11月15日出现了极早的霜冻，尽管此时的葡萄产量较高，然而由于此时葡萄尚未经历葡萄挂在藤上时发生的显著的物理和化学变化，也未经历多次我们前面所介绍的冻融循环，因此使用这些早采摘的葡萄酿制的冰酒，其风味复杂度不如12月至1月采收的葡萄所酿的冰酒。每个酒庄的酿酒师都会根据当地的气象预告和自己对冰酒风味的要求，等到温度更低时再进行采收。温度越低，酒液中的萃取物含量就越高，风味就越饱满，香气也越浓郁。但是如果等到太晚，出现了暖冬或早春无法再遇到零下8度的情况，那就会有极大的风险。当然，这也会因为自然原因出现这一年采摘非常晚的情况，比如厄尔尼诺年份的1998年或者2001年。这是因为全年经历暖冬而无法等到零下8度或更冷。当采摘时间在2月或3月时，葡萄通常脱水严重，这些果实经历了大量降雨，此时许多葡萄已经掉落到地面，或者被野生动物比如鸟类、鹿、狼、熊等吃掉，此时的采收果汁产量就非常低。冰酒葡萄的采收通常在深夜或凌晨，天还没亮，温度最低，工人裹着厚衣服，戴着手套，在零下10几度的葡萄园里开始忙碌。冻葡萄手工摘的小心翼翼，一串串剪下来放进采摘箱。手工采摘能精确选择冻结完好的葡萄，避免葡萄损伤，而且手工采摘不受地形限制，适合坡地或小型葡萄园。在尼亚加拉断崖周边的小型葡萄田，手工是唯一的选择。缺点不言而喻，那就是冷。再一点，手工采摘的果汁可能含有更多的杂质，比如碎叶、果梗等，需额外澄清步骤。不过现在机械采收也越来越普遍，尤其是地形平坦的大葡萄园。机械采收利用葡萄收割机摇晃葡萄藤，让冻葡萄通过网格掉下来。在零下10度以下，葡萄可以像弹珠一样轻松穿过网格，干净又高效。
机械采摘的好处是速度快，能抢在短暂的低温窗口把葡萄收完。而且机械采摘的冷冻葡萄能够提供更清澈的果汁，并且含有较低水平的不溶性颗粒。这是因为收割机的吹风装置能清除落叶和断裂的果梗，减少杂质混入果汁，这对后续澄清和发酵非常有利，成品酒更纯净。当然，最大的好处还是节省人力成本，不需要大量的工人在零下10几度的寒冬夜晚辛勤劳作。不过，机器采摘也有缺点，约10%的葡萄会掉落地上，留给野鸟当了点心。4. 冰酒果汁的压榨。冰酒酿造的另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压榨出最甜美的果汁。冻结的葡萄会在极端寒冷的环境中直接进行压榨，通常是直接在田间进行，以确保它们不会解冻。葡萄在仍然自然冻结的状态下进行压榨，在压榨过程中，大部分的葡萄汁中水分仍然保持冻结状态，只有少量甜美浓缩的果汁从每颗葡萄中缓缓流出。如果葡萄在压榨过程中回暖，果汁就会被稀释，从而影响冰酒的品质。因此，必须严格监测果汁的糖度，以确保最高品质。压榨过程中，酿酒师全程监测压榨温度和瞬时压榨果汁的糖度，并在果汁开始稀释时立即停止压榨。这种稀释现象是由于压榨过程中摩擦产生的热量融化了部分冷冻的葡萄所致。几乎任何能够提供足够压力的压榨机都可以用于压榨冷冻葡萄，但不同类型的压榨机会影响果汁的质量。通常酒庄使用2种压榨机，一种为水平气动压榨机，这种压榨机采用充气囊，其沿着中央轴贯穿整个压榨机。当压榨机装载葡萄时，气囊处于塌缩状态，紧贴中央轴。当需要压榨时，气囊则会在网笼内膨胀，将葡萄压向网笼内部的穿孔壁，以挤出果汁。这种压榨机虽然力度大、效率高，但是会产生较脏的果汁，含有更多沉淀物。而没有活动部件的篮式压榨机则能够提供更干净的果汁。这种传统的压榨机因为体积轻便，能够灵活地在田间直接作业，而至今仍然受到大多数酒庄的青睐。5. 防止鸟类的捕食，冰酒葡萄的保卫战。在尼亚加拉地区，鸟是冰酒葡萄的最大天敌。通常从12月初到圣诞节期间，安大略省主要捕食冰酒葡萄的鸟类是椋鸟。这些鸟食欲较小，而且它们本身并不喜欢葡萄，尤其是冰冻了的甜腻的葡萄。它们更喜欢植物的种子和昆虫作为食物。因此，在秋天普通葡萄采摘季节，无论是酿造普通葡萄酒的葡萄，还是人类食用的葡萄，鸟儿从来都不是果农们考虑的因素。然而，加拿大漫长而寒冷的冬天使鸟儿失去了它们最喜爱的食物，从而迫使它们寻找替代食物来源。此时的葡萄就变得极具吸引力。在冬季的后期，由于几乎没有可供椋鸟觅食的食物，成群的椋鸟可以在短时间内吃光一大片葡萄园的果实。为了保护珍贵的冰酒葡萄，防护网成为了每一家酒厂的必须措施。当我们探访冰酒酒庄的时候，每一家酒庄的冰酒葡萄园都会有这样的防护网罩。防护网必须足够长，以便能够固定在葡萄藤的树冠下，防止鸟类从下方进入葡萄区域。网眼的大小也是保护葡萄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安大略省目前有相当一部分葡萄采收是使用的机器采收，因此网眼的尺寸必须足够大，以便葡萄果实能够落下。但是网孔又要足够小，以防止积雪覆盖到葡萄藤上的防护网。鸟儿会站在雪上，并通过网孔啄食葡萄。理想的网眼尺寸为2.5厘米见方。我们在有些酒庄旁边还看到了这样一些酿啤酒时糖化过后剩下的麦芽，这可是小鸟们最喜欢的美食。精酿啤酒产业在安大略省十分发达，几乎每个区域都有他们自己的精酿啤酒厂。这启发了人们一个有趣的反向思考：
与其完全防止鸟类觅食，不如在冬天为它们提供替代食物来源，这样既能保护葡萄，又能帮助小鸟度过寒冷的季节。在冬天，啤酒庄糖化后的麦芽可以摆在户外距离葡萄园近的地方的避风处，或者靠近树木或灌木，让小鸟有安全感，可以安心大胆享受它们的美食，同时避免积雪覆盖。这也将这个可持续发展的自然食物链的圈圆了起来。第6，防止低温冻害。冰天雪地里，让葡萄藤也能暖暖的过冬。在尼亚加拉半岛产区，虽然因为湖泊效应，极严酷的寒冬不是经常遇到，但是冬季低温还是可能对葡萄藤造成伤害，尤其是一旦气温降至零下20摄氏度以下时，葡萄藤就容易受到冻害。为确保葡萄藤安全越冬并维持产量，酿酒师和果农们就会做出各种防冻措施。这不仅仅是种植用来酿造冰酒的葡萄，而是在加拿大这种寒冷地区种植所有葡萄都必须具备的技能。那么酿酒师们使用的抗冻方法都有什么呢？它们背后的科学原理又是怎样的呢？首先，最普遍的使用方法就是使用风机。当天空晴朗、风速微弱的时候，由于地面上的热量以辐射能的形式散失，这就会出现温度逆转的现象，也就是地面温度比天空的某一个高度的温度要低，使得热量从地面向天空散失。尤其是在晴朗的夜晚，失去太阳照射的葡萄园或农田散发出的热量会多于它接收的热量，因此地面和空中的温度差进一步拉大，从而温度急速下降。在寒冷的冬夜，种植者就会使用风机循环天空上方的暖空气，以提高植物生长区域的温度，从而防止细胞冻结和冬季损害。另一种抗寒的方式就是针木管理。针木管理在北美是种植葡萄时一个超实用的技巧，尤其像在尼亚加拉这样冬天寒冷的地方特别重要。简单来说，针木管理就是给葡萄藤找个靠谱的脚底板，也就是根部的那部分叫针木。欧洲主流的葡萄品种，比如赤霞珠、梅洛、黑皮诺和雷司令等主流葡萄品种，也就是 Vitis vinifera， 它们的抗寒能力和被一种叫葡萄根瘤蚜的病毒，学名叫 Phylloxera vastatrix 昆虫的抗害能力都非常弱，也就是说，它们很容易被冻坏或者被虫害感染。这种昆虫同样产于北美洲，因此北美洲本土的葡萄品种学名叫 Vitis riparia 和 Vitis rupestris， 它们对于寒冷和这种葡萄根瘤蚜昆虫都有很强的耐受性，被誉为抗寒小钢炮和抗根瘤蚜的天然盾牌。它们甚至能够抵抗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但是它们的果实又小又涩，根本无法用来酿造葡萄酒。可是聪明的种植者们把欧洲的主流葡萄品种嫁接在这些针木上，这个根部英雄使葡萄藤站稳脚跟，抗寒抗病，还能适应不同的土壤和天气。换上它以后，葡萄藤就能挺住霜冻，打败根瘤蚜，甚至在沙地上、粘土里都活得很滋润。而针木管理对于冰酒葡萄的采收更是至关重要，因为冰酒葡萄的采收要等到寒冬到来以后，这需要保证葡萄在冰雪中和低温中也不会被损害。在尼亚加拉，针木管理不仅是技术活，更是让冰酒葡萄挺过寒冬的生存秘技。还有一个防冻的方法就是智能灌溉。在有些年份，冬天遇到极寒，或者早春遇到霜冻损害的风险，这时种植者们不仅使用风机，还会采用灌溉来防止冻害。灌溉的原理基于凝固潜热这一热力学特性，水在0摄氏度时可以同时以固态和液态存在，因此当水温随着地面环境温度下降时，直到达到0摄氏度，然后开始在结冰时保持0摄氏度，不会再下降，直到所有水分完全凝固之后，温度才会继续下降，直到达到环境温度。此时环境温度可能已经远低于冰点，水在冻结过程中释放出79.72卡每克的热量，这就是凝固潜热。
这些热量会保证葡萄藤和葡萄芽的温度在0摄氏度，但中心不会结冰。正如之前所解释的，低温对植物的伤害主要是通过在植物细胞内部形成冰晶来实现的。当细胞周围开始结冰时，细胞内的水分就会流出，并且在细胞外不断生长出冰晶。但这一过程只会造成细胞短暂失水，而不会造成永久性损伤细胞。因此，如果气温预计在短时间内降至冰点以下，种植者会在植株表面喷洒水，使其冻结，这样可以保持葡萄芽的温度在0摄氏度，但中心不会结冰。保护的时间可以通过使用洒水器来延长，使芽的外部保持液态和固态同时存在。然而，如果温度在冰点以下很多，并且持续较长时间，那么这种策略将不起作用，最终所有的水都会被冻结，植物本身也会被冻结，然后温度降至环境温度，导致葡萄芽或葡萄藤受损。这时就只能使用风机或其他方法来防止冻害了。下一期节目，我们将带大家从田野进入酒窖，了解一下酿造冰酒最后一步非常重要的工艺——发酵工艺，探讨一下冰葡萄汁取出来以后是如何从甜蜜的果汁变成黄金液体的冰酒。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汪兔环游记，我是 Tracy。上一期节目，老刘带大家去到了寒冷冬夜的葡萄园，探索了酿酒师和果农们为了酿造出优质的冰酒是如何在冰天雪地下辛勤劳作。这一期，我们从寒冷的葡萄园回到温暖的发酵室，探索一下当冰酒葡萄汁压榨好以后是如何变成甜美浓郁的冰酒。第5部分，冰酒的酿造，从零下8摄氏度到黄金液体。首先，我们讲一下发酵，酵母的极限挑战。把冰冻的葡萄榨成了甜美的果汁后，就到了非常重要的发酵工艺。这可是冰酒从浓缩果汁变身液体黄金的关键一步。大多数冰酒果汁的 Brix 糖度介于37度到42度之间，最高的冰酒葡萄汁糖度可以达到55度，果汁中的糖浓度高达400克每升。虽然说糖分是酵母的食物，我们都知道酒的形成就是酵母通过吃掉糖分而产生酒精和二氧化碳，可是这过于高浓度的糖分对普通酵母细胞来说是一种极端的压力环境，简直是甜蜜地狱。这个原因就是由于冰酒果汁中的溶质高度浓缩，酵母细胞因渗透作用会导致失水，从而使水分子从酵母细胞内部流失到果汁中去，导致体积缩小，部分细胞甚至开始死亡。因为酵母只有在有水的环境下才能工作，比如我们说粮食和木头会发霉，都是因为潮湿的缘故，因此整个发酵过程极为困难和缓慢。为了确保发酵顺利进行，酿酒师会使用大量酵母，并且对于有些酵母会进行适当的复水处理，也就是酿酒师先把酵母泡在温水里或者稀释的葡萄果汁里复活，像是给它们喝足了水再去前线准备工作。因此酿造冰酒的酵母菌株与普通葡萄酒的还是有所不同，它们得能够抵抗得住这个高渗透压，以获得最佳的发酵效果。发酵温度不能太冷也不能太热，适合冰酒酵母发酵的温度范围为 13.0 摄氏度至 25.0 摄氏度之间。酵母一边吃糖产酒精，一边会分泌甘油保护自己不会被过度失水，而适当的甘油会让冰酒口感更丝滑，像天鹅绒划过舌头。因此我们看到冰酒在冰酒杯里美妙的挂杯现象，除了因为糖分高之外，甘油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甘油生产的同时，有个副产品就是挥发性酸，比如乙酸，但是这酸并不是坏事，反而帮冰酒平衡甜度，就像给甜甜圈加点柠檬风味。发酵过程极为缓慢，可能几周到几个月，直到酒精度到 7% 到 11%， 残糖保留至190到220克每升，甜而不腻。在加拿大，冰酒的酒精含量必须至少达到 7%， 而在欧盟，最低要求是 4.5%。很多人认为，冰酒既然糖分这么高，酒精度是不是也会很高啊？恰恰相反，冰
冰酒的酒精度略低于普通葡萄酒，这就是因为过高的糖度会导致酵母死亡。因此，从历史上看，我们必须假设，在现代活性酵母菌株被发明之前，大多数冰酒的酒精含量一定都非常低，且往往带有不理想的风味，因为葡萄自身含有的酿酒酵母细胞 Saccharomyces 是无法存活在如此高的糖度中的。或许冰酒果汁必须幸运地被污染，即从设备或橡木桶残留的酒角中意外接种酵母细胞，而不是由冰酒果汁本身原生的酵母细胞进行自然发酵。因此，我们可以说，冰酒的风靡是人类智慧与自然馈赠的完美结合，缺一不可。然后，我们介绍一下冰酒的酸化处理，甜蜜与清爽的结合。虽然冰酒因为自身的高糖度入口时甜美浓郁，风味十足，但其平衡性来自酸度。一定的酸度赋予冰酒清爽、干净的收尾。没有酸度的冰酒就只是加了糖的水。冰酒果汁的酸度主要来自于苹果酸 malic acid 和酒石酸 tartaric acid。先说苹果酸，冰酒的清爽担当。它名字听着像苹果，味道也真有点像那种青苹果的脆生生酸味，带点青涩的果香。冰酒发酵时，苹果酸几乎全流下来，能占酸度的67%到93%。因为冷冻压榨把水分冻掉，被浓缩的苹果酸让酒体显得更锐利，在甜蜜里钻出清新的口感，让你不会觉得腻，像冬天咬了口冰凉的青苹果。再来看酒石酸，冰酒的稳重大哥，它味道更柔和，像成熟葡萄的自然酸味，稍微带一点柠檬和白醋的微妙感觉。它给冰酒撑起骨架，让酒体更平衡，喝起来有种优雅的收敛感，不至于甜得没边。而在大多数普通葡萄酒，尤其是红酒中，酒石酸通常占主导地位。但在冰酒中，当葡萄冷冻时，很多酒石酸会变成酒石霜沉淀掉，所以它在冰酒里含量比苹果酸少。经过分析，数百种雷司令、Riesling、维代尔、Vidal 和品丽珠 Cabernet Franc 冰酒的葡萄汁样本，通过这张表格的比较，我们可以大致得出以下结论：雷司令的酸度最为清爽， pH 值最低。维代尔冰酒的酸度通常与雷司令相似，但 pH 值较高。品丽珠的酸度较低，同时 pH 值相对较高，并且主要酸类成分是苹果酸。根据欧盟法律规定，冰酒或任何其他优质葡萄酒都不能使用酒石酸进行酸化。虽然可以添加微量柠檬酸，但总量不得超过1克每升。这被认为是稳定消毒防腐措施，而非酸化处理。因此，在德国和奥地利，这一法律限制通常会导致冰酒酸度较低或者平衡性不佳，特别是 pH 值较高、酸度不平衡的冰酒品种，比如品丽珠。而这种酸化对于雷司令来说并不是特别需要，除非遇到特殊的年份。而加拿大 VQA 在这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因为我们可以添加多种酸，除了柠檬酸外，还可以进行总量4.0克每升的酸化处理。通过添加酸，我们可以改善冰酒的整体平衡性，这让加拿大的酿酒师可以更加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而施展自己的魔法，也让加拿大的冰酒口味更加丰富，且酸甜平衡性非常优秀。我们都知道，橡木桶在酿造普通葡萄酒，尤其是红葡萄酒的时候非常重要。下面我们介绍一下橡木桶工艺在冰酒酿造中的特色。葡萄酒在橡木桶陈酿过程中发生的变化极为复杂。首先，橡木桶是个风味工厂，这些桶大多用法国的橡树 Quercus robur 或美国的白橡 Quercus alba 做成，木头里藏着香草、椰子、焦糖，甚至烟熏味道的物质。橡木桶的烘烤程度不同，还可以赋予桶内葡萄酒不同的风味。比如轻度烘烤会呈现出清新花香，重度烘烤就变烟熏风味。葡萄酒在桶里待几个月，橡木就像个调料大师，慢慢释放这些芳香物质和单宁。其次，橡木桶可以促进葡萄酒的呼吸，因为桶壁有微小孔隙，氧气能偷偷溜进来，在氧化过程中，葡萄酒中的单宁、酸和其他成分在橡木纹理的微氧环境下会逐渐发生反应，这叫微氧化。这能软化单宁，让葡萄酒从生涩变丝滑，
但是在冰酒的酿造过程中，橡木桶的使用较为有限，橡木桶几乎仅用于维达尔品种，以赋予其更加复杂的结构，使其成为独特的加拿大葡萄品种。雷司令是一种更为细腻和精致的葡萄品种，传统上则采用不锈钢罐酿造。下面我们来介绍一种特殊发酵方式生产出的冰酒，它就是冰酒起泡酒。在所有葡萄酒中，起泡酒无疑是最具庆典气氛的一类。说起起泡酒，大家最先想到的无疑是法国的香槟。无论是新年钟声敲响的那一刻，婚礼的香槟塔，还是夏日花园派对中举杯欢笑的瞬间，起泡酒总是带来一种轻盈、愉悦、充满仪式感的情绪。起泡酒靠的是酒中自然生成的二氧化碳，形成细腻的泡沫，带来活泼的口感与更清爽的层次。和冰酒相同，它既可搭配甜点，又能单独饮用，成为下午茶或节日聚会的理想选择。而当气泡遇上冰酒，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1998年是一个让酿酒师们振奋的年份。那年葡萄生长状况极佳，成熟度和酸度都达到了完美的平衡。这一年圣诞节前后，寒潮如期而至，零下9到零下12摄氏度的低温一直持续到1999年1月中旬，为高品质冰酒的酿造创造了黄金窗口。而加拿大的云林酒庄也正是在这个年份迎来了一次非凡的冰酒葡萄采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种新的尝试悄然展开，使用这些顶级冰酒葡萄酿造起泡冰酒。传统起泡酒如香槟的工艺是2步发酵法，第一步由果汁发酵成为静态酒，第二步在静态酒内加入酵母和蔗糖，用来生成二氧化碳气泡。而这并不适用于超高糖度且酒精度已达9%的冰酒，于是酒庄转而采用在茶马罐中一次性发酵。这种工艺的关键是从葡萄汁开始，一次性完成整个发酵过程，在酒精度达到9%到9.5%之前，罐体保持开放。而当发酵进入最后阶段，酒精含量增加到10.5%到11%这段时间，罐盖紧闭，利用这最后1.5%的酒精增加量释放出的二氧化碳，以自然保留由酵母产生的气泡。最终，酒体还需再陈酿一段时间，才能符合优质起泡酒的严格标准。因此，酿造起泡冰酒初始酵母必须足够活跃，以支持酒精继续发酵至10.5%或11%。这项创新最终获得 VQA 认证，被正式纳入加拿大优质葡萄酒的法规。云林酒庄从1998年开始持续酿造起泡冰酒，开创了冰酒气泡化的先河。品尝起泡冰酒是一场别开生面的体验，热带水果、生姜、梨和柠檬清柠的风味在绵密气泡中次第绽放，尾韵则如丝绸般顺滑。这种酒能巧妙平衡甜点的浓郁，比如苦甜巧克力、松露蛋糕，借助气泡的魔力，香气层次更为丰富，口感更显灵动。在一个阳光洒落的夏日派对，香草浸泡冰酒的法式吐司，配上一杯维戴尔起泡冰酒，既优雅又轻盈，仿佛唤醒味蕾的诗。冰酒与气泡的结合，不只是一次酿酒技术的突破，更是一种味觉和视觉的升华。了解了冰酒从一颗冰冻葡萄到黄金液体的全过程，在下一期节目，我们将带大家开怀畅饮，不仅品尝冰酒的美味，还要开启一场美食之旅，深入了解品尝冰酒时如何在感官上给我们带来无与伦比的享受。在前几期节目中，我们一起走过了冰酒的起源与历史，探讨了尼亚加拉地区的独特气候和土壤条件，介绍了 VQA 对冰酒的严格要求，也深入讨论了葡萄的种植、采摘、压榨和发酵过程，使我们了解了一颗葡萄如何从播种到变成酒瓶里的液体黄金。那么冰酒究竟为什么如此受欢迎呢？在展开真正的品饮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件小而常被忽视的事：酒杯。酒杯的功能至关重要，它是我们通过嗅觉和味觉感知葡萄酒复杂性和个性的重要媒介。
优质的酒杯能带来卓越的品饮体验和愉悦的回忆，而劣质的酒杯仅仅是为了将酒送入口中。冰酒的味觉魔法，为什么好酒必须配对好杯？也许你会问，一只酒杯真的有那么重要吗？答案是非常重要。酒杯不仅是容器，更是味觉与嗅觉的放大器。合适的酒杯能让你感受到更多香气，让酸度更清爽，甜味更圆润。而不合适的酒杯可能会让同一瓶葡萄酒变得无味、单薄，甚至令人不悦。想验证这点，你可以用2只形状不同的杯子倒入同一瓶冰酒，分别闻香、品尝。你会惊讶地发现味道真的不一样。那么酒杯是怎么影响冰酒风味的呢？首先，我们先介绍一下葡萄酒杯。一个标准的葡萄酒杯由4个主要部分组成：杯口 lip、杯碗 bowl、杯梗 stem 和杯座 base。首先，我们来看杯口，也叫 lip， 因为这是杯与嘴唇直接接触的地方。杯口的开阔程度决定了酒香的释放方向和速度。接下来是杯碗，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bowl， 不仅决定了酒液与空气接触的面积，还会影响酒液在杯中摇晃的方式。杯碗的形状还决定了香气的蒸发路径。轻盈的花香和果香会上升到杯口，而皮革、木香等重香气则留在底部。形状良好的酒杯能让这些香气分层展开，协调释放。第3部分是杯梗，也就是 stem。这个部分让我们可以优雅地握住酒杯，而不碰触杯碗，避免手掌温度影响酒的最佳饮用温度。尤其是白葡萄酒和起泡酒，对温度非常敏感，有一个优雅的杯梗就显得格外重要。最后是杯座，也叫 base， 支撑着整个酒杯的重心。一个稳定的杯座不仅让酒杯更安全放置，也影响整只酒杯的平衡感和手感。然后我们再谈论一下我们的味觉。关于味觉的最广为流传的事实之一是舌头对4种基本味道甜、苦、酸、咸的敏感度分布。虽然这在现代医学中并不准确并受到质疑，但仍被广大葡萄酒爱好者所接受。舌尖对甜味最敏感，而舌根对甜味最不敏感。2. 舌根对苦味最敏感，而舌尖对苦味最不敏感。3. 酸味的敏感度在舌头边缘的中心区域达到最高，而在舌尖处最弱。4. 咸味在所有部位的感知相对均匀，因此我们的大多数味觉感受器甜、酸、咸、苦主要位于舌头和上喉部。葡萄酒在不同形状的酒杯中会呈现出不同的香气和风味，其中涉及多个因素。头部和身体的物理运动与调整是下意识控制的。酒杯的形状会引导头部调整到合适的位置，使人可以顺利饮酒而不洒出。当葡萄酒进入口腔时，它会接触舌头和上颚的味觉感受器味蕾，从而产生甜、咸、酸或苦的味觉感受。与此同时，挥发性物质通过口腔和鼻腔上升，到达位于眼睛下方的嗅觉感受器。这些不同的嗅觉感受共同构成了食物的感官体验。换句话说，当我们吃东西、喝东西时，我们不仅在品尝，还在闻味道。味觉和嗅觉的结合被称为风味，而杯口的宽窄会引导你的头部运动方式，从而改变酒液进入口腔的路径。宽口杯让你低头啜饮，酒液从舌尖通过舌头中部进入喉咙，突出甜味，挥发性物质更多通过鼻腔上升，适合酒体饱满、香气浓郁、低酸度、低甜度葡萄酒。浓郁厚重的香气更多通过鼻腔感知，如赤霞珠、梅洛等红葡萄酒。窄口杯则让你仰头，酒液通过重力直接冲向舌中部和两侧，舌尖的甜感和舌两侧的酸感完美平衡，适合酒体轻盈、酸甜平衡的酒。香气不仅通过鼻腔，并且通过口腔到达位于眼睛下方的嗅觉感受器，适合香气复杂的葡萄酒，如冰酒和雷司令等白葡萄酒。下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国际主流的几种葡萄酒杯以及它们对应的主流葡萄酒。1. 勃艮第杯。勃艮第杯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为黑皮诺、
Pinot Noir、佳美、甘妹等风格轻盈、高香气、高酸度的红葡萄酒而设计的杯型。它的最大特色就是大肚型，也叫气球型杯碗，其弧线近似球形的大杯肚有利于凝聚酒香。当你摇晃酒杯时，香气就会迅速释放，并且凝聚在杯口。因为黑皮诺属于高酸度红酒，稍短的杯身和近似三角形的收窄的杯口，又能引导酒液快速入口后迅速散开至舌两侧，让人们充分感受酸度。2. 波尔多杯。波尔多杯是最常见的一种红葡萄酒杯，适合品鉴赤霞珠 Cabernet Sauvignon、马尔贝克 Malbec、希拉 Shiraz 等酒体饱满、单宁丰富的红葡萄酒。与勃艮第杯相比，它的杯碗更窄，杯身更长。这是因为像赤霞珠这样的酒体饱满、单宁丰富的红葡萄酒需要更多的与空气接触，杯子上方更多的空间给葡萄酒提供更多的空气，也给葡萄酒可以提供足够的摇杯空间，有利于酒液与氧气接触，达到软化单宁的效果。另外，它的直肠身形可以更快更均匀地将酒液引向口腔，让品鉴者更全面地感受这种酒体饱满的葡萄酒的冲击力。3. 霞多丽杯。霞多丽杯的形状类似于波尔多杯，但是尺寸要小巧一些，没有给葡萄酒更多的顶部空间。这是因为霞多丽白葡萄酒以及桃红酒通常酒体更轻，且本身拥有更富裕的花香。更小的杯型有助于减少酒液与氧气的接触，并让花香留存得更久。同时，这种杯型也缩减了酒液与杯口的距离，可以让品鉴者更快闻到葡萄酒的香气。4. 波特杯。波特杯又叫甜酒杯，适用于各种甜葡萄酒，比如波特酒 Port、贵腐甜葡萄酒 Noble Rot、冰酒 Ice Wine 和甜型雪莉酒 Sherry 等。考虑到甜葡萄酒含糖量高，通常在餐后饮用，而且不会大量饮用的特点，甜酒杯都要比其他类型的酒杯小得多。想一想，在一个酒会上，如果有人用一个750毫升的酒杯给你倒了80毫升的冰酒，你一定会觉得很奇怪。波特杯杯口也比较窄，这更利于酒杯凝聚葡萄酒的香气。收口的设计更可以让饮酒者仰头，酒液通过重力直接冲向舌中部和两侧，让人直接感受到甜葡萄酒的糖分和酸度的平衡。5. 笛形杯。笛形杯是经典的起泡酒酒杯，它纤长且杯肚小，不仅看起来赏心悦目，还方便观赏气泡冉冉升起的过程，且能保持较为持久的起泡效果。总结一句话记忆法：大红用大肚，高酸用窄口，甜酒用小巧，香槟最好用笛形。我们前面介绍了波特杯适用于包括冰酒的各种甜葡萄酒，但在加拿大安大略酿酒师们的努力下，冰酒也有了自己的酒杯。1999年10月18日，世界著名的酒杯品牌 Riedel 与加拿大最著名的冰酒酒庄 Inniskilling 合作，开启了一场特殊的实验。他们邀请了冰酒先驱 Donald Zeraldo、酿酒大师 Carl Kaiser 以及 Riedel 家族的设计师 Georg Riedel， 共同设计一款终极冰酒酒杯。2年后，这款专为冰酒设计的 Vinum Extreme 冰酒杯正式诞生。它的问世标志着冰酒从一种甜美的酒品走向了感官科学与审美的高度结合。人们当然可以使用传统甜酒波特杯来饮用冰酒，可是相对于波特酒、贵腐酒和雪莉葡萄酒，冰酒以其自身的香气和酸甜平衡的独特特点而闻名。为了突出这个特点， Vinum Extreme 冰酒杯相对于普通甜酒酒杯具有以下几个专为冰酒设计的显著特点。1. 尺寸略大，包括杯碗、高度和体积。冰酒虽为甜酒，但其香气极其复杂。Vinum Extreme 冰酒杯杯碗略大，这有助于将冰酒的香气迅速散发，而甜酒杯通常的收口的设计则将冰酒迅速散发的香气聚集起来，增强香味层次感，避免香气快速散失。最轻最易挥发的香气通常是花香和果香，会上升到酒杯的杯口，中间层充满青绿色植物的气息以及泥土和矿物的成分。最重的香气通常是木质气息和酒精味，会留在酒杯的底部。
而更大的体积便于酒液在杯中晃动，与旋转酒体更饱满的红葡萄酒达到软化单宁的效果不同，在酒杯中旋转冰酒可以润湿更大的表面积，从而增加蒸发量并增强香气的强度。2. 略收口设计。前面我们介绍过，略收口设计可以控制酒液流向，引导品酒者仰头，酒液通过重力直接流入舌中前部，使舌尖的甜感和舌两侧的酸感完美平衡，让香气同时从鼻腔和口腔进入嗅觉系统。3. 轻薄水晶材质。Riedel 采用高品质的机器吹制水晶玻璃，使杯壁极薄，杯口精准切割，给人带来更敏锐的触感，不干扰口腔对酒体细腻度的感知。轻薄的水晶材质也提升了酒杯的视觉品质。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以后无论喝各种葡萄酒还是喝冰酒，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和不同葡萄酒的特性，更加从容自信地选择出适合自己的葡萄酒杯，也能够让这个美酒的传送工具更好地给我们展现一杯酒的全部魅力。下一期节目，我们将带大家开怀畅饮，去真正品尝冰酒的美味，还要开启一场美食之旅，了解冰酒如何更好地与不同的食物搭配。上一期节目，我们介绍了葡萄酒杯在品饮葡萄酒时的重要性，了解了如何根据葡萄酒的特性选择适合的葡萄酒杯和冰酒葡萄酒杯。这一期，我们要带大家去真正品尝冰酒的美味，并且探索它与各种美食的搭配，认真聊聊冰酒怎么喝出门道。第6部分，冰酒的品鉴，解锁甜酸香的味蕾密码。首先，我们介绍一下温度在冰酒品鉴中的重要作用。尽管酒杯形状很重要，但如果葡萄酒没有在合适的温度下饮用，酒杯的作用将无法完全发挥。这对于任何葡萄酒都很重要。先说答案，冰酒的最佳饮用温度为10到12摄氏度。根据 Riedel 的研究，温度越高，人们对蔗糖甜度感觉越大。这种影响在较低浓度的蔗糖条件下最为明显。当温度从4摄氏度升高到36摄氏度时，低浓度蔗糖溶液相当于一杯咖啡中2茶匙糖的蔗糖含量的甜度会增加92%，即甜度几乎翻倍。对甜味的喜爱几乎是所有哺乳动物的共性。在生物学上，葡萄糖是最重要的糖分子，它是人体主要的能量来源，也是大脑唯一可直接利用的能量来源。这或许可以解释人们对冰酒的极大喜爱。因此，过低的温度不但会锁住葡萄酒的香气，使得热带果香、蜂蜜香释放不足，而且口感会不够甜美，甚至更具收敛性。但如果温度过高，则会增强酒精挥发，导致更明显的酒精气味，而且一些更重的分子量较高物质的香气，如香草醛，会因挥发而产生不愉悦感。而且过高的温度会让香气迅速散发，酒体显得甜腻，甜味压过一切，失去了本该有的清爽与平衡。通常在10到12摄氏度时饮用，果香、花香、蜂蜜香协调释放，层次丰富，口感甜中带酸，平衡清爽，回味持久。具体温度可以根据冰酒本身的特点和饮酒者的口味以及搭配的食物稍微调整。比如喜欢甜一些口感的，可以适当提高品饮温度；更喜欢酸度高一些的，可以适当降低品饮温度。当我们谈论一杯美酒时，总是不能不说美食。当我们真正品饮一杯冰酒的时候，搭配什么样的美食会让我们的味蕾更加享受呢？当我们谈论冰酒时，常常将它视为一杯甜美的收尾，独饮于饭后。但在云林酒庄的已故的前驻场主厨伊莎贝拉·卡拉比斯萨克眼中，冰酒远不止如此。他用一双敏锐的味觉与丰富的想象力，打开了冰酒与料理结合的无限可能。在这一章中，让我们跟随他的脚步，走进冰酒的餐桌世界，发现他如何从甜点伴侣摇身一变，成为精致前菜的灵魂搭档，或者主菜风味的点睛之笔。冰酒不只是品饮，它也可以被品尝。在这一章里，让我们致敬这位勇敢与病魔对抗的烹饪艺术家，继承他留下的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冰酒与美食创意搭配。在加拿大尼亚加拉这个世界知名的冰酒产区，
秋天是尝试冰酒的最佳季节，因为秋季水果与冰酒堪称天作之合，同时这也是我们食欲旺盛、渴望新鲜食物的时节。尼亚加拉独特的气候和地理环境，不仅影响着葡萄酒酿造所需的葡萄，也影响着当地种植的水果和蔬菜。冰酒与本地新鲜食材搭配，承载着人们对农业传统的自豪感。这也是为什么当季完美成熟的水果，如桃子、葡萄、杏子或梨，总是最适合搭配本地葡萄酒的原因之一。例如尼亚加拉的代表性水果桃子，在完全成熟时会迸发出浓郁甜美的桃子风味，但同时又有活泼的酸度来平衡，使口感更加清新生动。而相邻的田地里种植的葡萄酿出的冰酒也表现出类似的酸甜平衡，它们完美融合而又不互相干扰。冰酒拥有奢华的甜美和浓郁的香气，它神奇的酸甜平衡与完美成熟的果香赋予其惊人的优雅质感，使其成为所有甜酒中最不腻口的一种，更容易与更广泛的食物种类相得益彰。入口的一瞬间，口感层次丰富，首先是油桃、杏和菠萝的果香，随后是荔枝与蜂蜜的醇厚风味。没有任何一种葡萄酒能如此接近黑蜂蜜的纯粹表达，但却不会带有蜂蜜的强烈甜腻感，因此冰酒无需经过适应就能让人爱上它。也许由于价格昂贵，通常人们困惑地认为冰酒搭配的食物应当较为精致奢华。事实上，冰酒是世界上最具多样性的葡萄酒之一，它既可以作为餐后甜点酒，也可以作为搭配前菜的开胃酒和搭配主菜的配酒，而且还可以作为烹饪的调味品，参与美食的味道，甚至可以自己就作为甜点餐后食用。维代尔葡萄是加拿大冰酒最具代表性品种，它的风味以杏子和菠萝的浓郁果香为主，并伴随着黑蜂蜜般的独特馨香，这种风味一直持续至悠长的余韵。它的风味与本地新鲜食材相得益彰，可完美搭配各种餐后水果类甜点，如夏日莓果佐冰酒奶油 （Summer berries with chilled ice wine cream）， 或者覆盆子冰酒桃子泥 （Peaches with raspberry ice wine puree）， 以及苹果葡萄塔配冰酒酥皮 （Apple grape tart with ice wine crust）。维代尔的无花果和橘皮风味可以给人带来浓郁顺滑的口感，非常适合搭配鹅肝、配青苹果和黑加仑果酱。橡木桶陈酿的维代尔冰酒则具有杏仁、香草和暖烤面包的风味，这使得它比普通冰酒拥有更深层次的口感，也带来了更多的食物搭配可能。例如，它可以搭配博斯克里慕斯配巧克力饼干和焦糖酱。橡木桶的陈酿不仅突出饼干的风味，还赋予酒体泥土般的焦糖余韵。此外，橡木桶陈酿的维达尔冰酒还能增强烘烤的风味，使其非常适合搭配烤制菜肴，例如冰酒腌制的猪里脊配玉米脆皮洋葱圈。由高贵的雷司令葡萄酿造的冰酒，最能保留其明亮的酸度和矿物质风味，并伴随着橙皮和柑橘类水果的丰富香气。这种风格的甜酒最适合搭配奢华的美食，如香煎鹅肝、黑巧克力焦糖布蕾或丝滑的奶油酱。冰酒的酸度能切割油脂的厚重感，从而创造出全新的美妙口感。独特的深红色冰酒品丽珠 Cabernet Franc 充满了糖渍红色浆果的风味，如草莓、樱桃和大黄。品丽珠冰酒带有微妙的咸鲜感，并伴随着新鲜红浆果的清爽酸甜风味，因此它与榛子千层派中的樱桃白巧克力慕斯非常匹配，或者可搭配简单的醉草莓、新鲜草莓浸泡在品丽珠冰酒中，同样美味。冰酒与巧克力是真正的灵魂搭档，巧克力可能是唯一能在复杂性和层次感上与冰酒匹敌的食物。巧克力多层次的口味特征包括果香、坚果味、泥土味、烟草味、花香和香草味，能与冰酒中的果香、花香、香草味产生复杂而丰富的呼应。浓郁的牛奶巧克力能够突出冰酒的香草风味，而苦甜巧克力冰酒、松露蛋糕的丰富口感则与冰酒的柔滑质感相得益彰。作为一款甜点酒，冰酒拥有足够的酸度来平衡甜点的甜味，即使是最浓郁的巧克力，也能被它调和出一种
丰富却细腻的口感。冰酒丰满的甜度也能够很好的与咸味食物形成对比。经典例子比如橡木桶陈化的冰酒与鹅肝的搭配，鹅肝的浓郁口感与冰酒的复杂的风味相得益彰，而煎烤时的焦糖化过程则与橡木桶陈酿的冰酒味道相呼应。冰酒中有突出荔枝、蜜桃、糖渍杏和生姜的香气，能立即唤起人们对亚洲美食的渴望，如多汁的鸭肉、丰富的肉冻。这或许可以解释亚洲人对冰酒的喜爱。在晚餐前喝一杯冰酒作为开胃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或搭配一些咸味的开胃小吃刺激食欲。然后可以留出半瓶酒，在餐后享用，无论是否搭配甜点。比如作为餐前酒的经典搭配是起泡冰酒和松露花椰菜浓汤，开启一顿美餐。观察气泡如何柔化浓稠的奶油质地，同时让优雅的风味在味蕾上舞动。餐后人们甚至可以不需要搭配甜点，因为冰酒本身就是一道甜点。它拥有天然浓缩的果糖与酸度平衡，像是液体水果蜜，单喝就足以收尾一餐。冰酒与奶酪的搭配令人惊艳，尤其是口味厚重的蓝纹奶酪，如罗克福尔和戈贡佐拉；硬质陈年奶酪，如帕尔马干酪和陈年格吕耶尔奶酪，以及一些羊奶奶酪，如佩科里诺。但是较温和的奶酪往往会被冰酒的浓郁风味所掩盖。以奶酪为主的食品，如蜜桃酱、甜羊奶酪舒芙蕾或正宗的咸味芝士蛋糕，与冰酒搭配堪称完美。如果在奶酪拼盘中加入坚果风味，那么这顿饭的收尾将格外美妙。虽然葡萄酒搭配美食没有固定规则，每个人都需要根据自己的口味获得验证的结果，但还是有一些食物搭配的基本原则。比如我们都听说过，一道菜的甜度应低于葡萄酒的甜度。冰酒虽然因为其昂贵的价格通常搭配那些精致奢华的美食，但是其实冰酒甚至可以与简单的梨或一块咸味陈年硬质奶酪一起享用。冰酒的风味在新鲜水果塔、水果炖煮或香草烤水果的搭配下尤为出色。然而，甜度过高于冰酒的甜点会削弱冰酒的风味，使冰酒的丰富甘美得不到充分欣赏。而冰酒的质地非常饱满，太清淡的菜肴则很容易被冰酒的浓烈风味所掩盖。但不要被这些所谓的原则束缚。如果你有一瓶冰酒，却不知道应该搭配什么美食，请不要烦恼，去大胆尝试任何事物，说不定会有意外的惊喜。最后，我们来谈论一下葡萄酒与健康。大部分人都会认为，葡萄酒在促进人类健康和幸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90年代，大量科学家与营养学家提供了诸多科学证据，表明适量饮用葡萄酒并配合进餐有助于预防心脏病。科学家们发现，尽管法国人饮食中的脂肪、胆固醇摄入量比美国人还高，但法国人的心脏病发作率仅为美国的1/3。这种现象通常被称为法国悖论 （French Paradox）。科学家认为，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法国人习惯在用餐时饮用葡萄酒。葡萄酒自身含有的抗氧化剂可能是葡萄酒具有健康益处的原因之一。其中，酚类化合物白藜芦醇 resveratrol 被认为是葡萄酒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并可能预防某些癌症的关键成分。酚类和多酚类是一类主要存在于葡萄皮中的复杂物质，它们赋予葡萄酒独特的香气、风味和口感。由于红酒在发酵过程中与葡萄皮接触时间较长，因此比白葡萄酒含有更多的酚类化合物，其中就包括白藜芦醇。白藜芦醇是一种天然的抗真菌物质，存在于葡萄的外皮中。它可以在凉爽潮湿的气候中保护葡萄免受霉菌侵害。气候越寒冷潮湿，葡萄就会产生更多的白藜芦醇来对抗霉菌，这是一种冷凉气候葡萄栽培的有趣现象。黑皮诺在任何生长环境下都含有较高水平的白藜芦醇。根据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生物化学教授大卫·戈德堡的研究，尼亚加拉地区、勃艮第地区、俄勒冈州和纽约州产区的葡萄酒白藜芦醇含量最高。白藜芦醇在古代中国的民间药方中也被用于降低坏胆固醇，并预防血液凝结。但在这里，老刘不得不说两句。尽管法国悖论曾让人们相信适量饮用葡萄酒有益健康，但现代医学越来越认为，
将葡萄酒视为健康饮品是一种以偏概全的伪命题。酒精本身就对身体有害，即便是少量摄入，同时长期过量饮酒还可能导致认知功能下降、肝功能受损以及成瘾风险。所谓饮用葡萄酒有益心脏健康的结论，往往忽略了饮酒方式、饮食结构和社会环境等综合因素。葡萄酒无疑是一种美味的饮品，它丰富的香气、层次分明的口感以及与美食的绝佳搭配，使其在餐桌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它不可否认的含有对身体有益成分。然而，再美味的葡萄酒都应以适度为前提，懂得节制，才能真正体会葡萄酒带来的愉悦，而不是让它成为健康的负担。正如一句老话所说，小酌怡情，大饮伤身。最后，老刘还是要提醒大家一点，无论葡萄酒多美味，还是对身体健康有多有益，有一点一定要牢记于心，那就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冰酒不仅仅是一款甜美的葡萄酒，更是大自然与人类智慧的结晶。每一滴冰酒都凝聚了寒冬的魔力，让人陶醉其中。如果你对冰酒感兴趣，不妨找机会品尝一杯，愿每一口冰酒都与你的生活一样甘甜而纯净。感谢你与我们一起走过这段冰酒的旅程，希望你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如果你想更多的了解冰酒，推荐大家阅读唐纳德·齐拉尔多 Donald Zeraldo 和卡尔·凯撒 Carl Kaiser 的 Ice Wine Extreme Winemaking， 还有约翰·施赖纳 John Schreiner 的 Ice Wine The Complete Story， 进一步探索这款迷人佳酿的奥秘。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订阅、点赞、评论，感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拜拜。